人就把他的电话号码签在他应该要签名的那个线上面，他没有，可是他没有签他的名，然后客人就跟我说，我就想说哈。Hola， soy Mia， 你好，我是 Mia，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英国的餐厅工作，所以呢，找了跟我一样去英国打工度假的 Stella 来做分享。嗨，那 Stella， 你就是一开始是怎么找工作的？我其实是先找房子，跟房东也聊得还蛮 OK 的。这时候他就介绍了一个香港的室友给我认识，然后就突然问我说，那你找到工作了吗？你要不要来我打工的餐厅看看？就说这么快就有工作上门了吗？对，我想说好啊，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他就跟我说，我1点等一下要上班，你可以直接跟我去。哇，好幸运啊！我说1个小时后吗？我就说好啊。然后到了之后，我完全就是也没有要参观环境的意思，就他们直接就拿一张资料表出来给我填。填了之后，经理就出来了，紧接着就直接展开面试了。我说我不是只在参观环境的吗？面试开始讲什么？其实跟台湾的面试蛮像的，他就是会问说，你过去有没有做过餐厅的经验啊？那你有没有服务业的经验？会问一些比较日常的问题，比如说，你拿 working holiday 你来英国是要干嘛的？对，那你有计划去哪里玩吗？什么什么之类的。问的好像在聊天哦。对，其实还蛮像在聊天。我是觉得后来在想，他应该是在有点测我的英文程度。对，然后后来有讲到说，那他们的薪水是怎么算？那可能会被抽多少税啊，什么什么，就这些都讲得蛮清楚的。然后最后就直接问我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那你是之前有服务业的工作经验吗？我之前在台湾打工几乎都是服务业，然后有在餐厅工作过3个月。对，其实那时候心机蛮重的，因为那时候在台湾选择会去餐厅打工3个月，就是因为预期将来可能会到英国做服务业。对，就是这个计划不会是心机很重啊，就是有经验是好事啊。对啊，就是真的是面试即录取的概念。你觉得零工作经验可以做吗？我觉得可以耶，因为我的香港室友他就是零服务业的经验。那你觉得英文程度要？我觉得可以，其实基本的会就好了。就是你很流利的话，当然是很加分。但是如果你基本上会基础对话，我觉得就够了。因为餐厅点餐什么的，其实都是讲差不多的话。你是不是只需要点餐，然后知道一些食材或者餐的英文？然后跟他确认一下，没事，那其实就可以离开那张桌子了。对，英文好就是真的是加分，因为客人可能有更多问题问你，或者他有事情想要反映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回应，他就会请别的同事来帮忙。如果他听不懂，对。但如果你自己都有办法 handle 的话，那你就是自己回答他。然后或是客人很嗨的时候要跟你聊天的时候，那你也知道怎么跟他回应。不会说就是客人会觉得你不会讲英文，就是想换一个服务生会觉得你不好。不会耶，其实他们，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就很明确是亚洲餐厅，虽然他们客人一进来都会很直觉性的就是用英文跟我们讲话，但如果我们有员工不太会说英文的话，他们也都蛮好的，蛮友善的，就是没关系这样子。那你跟同事相处怎么样？我觉得我同事人真的都非常好，就是因为我们的组成还蛮多元的，有马来西亚人啊、香港人，然后印尼人，还有台湾人。其中有个马来西亚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很多元的是，他可能对我们的副理他会讲英文，因为我们副理是泰国人，然后他对着马来西亚同事讲广东话，然后转过来对我再讲中文，就会是一个3声道的概念。对，然后我们就会彼此交流这些东西。在上班的时候，就我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他们就很愿意跟我聊非常多的东西，像是他们会主动来关心我说，你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耶，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可以跟他们很亲切、很亲近的感觉。然后基本上我们下班后，他们也会非常常就是约一起喝酒、一起吃宵夜。对，因为我觉得同事很占我们的就是在英国工作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因为你几乎每天跟他们相处，然后你可能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同事，就是每天相处，因为我们工时也很长，我们一天要工作9个小时，一个礼拜5.5天，就是一个长时间的相处。而且我们的餐厅旁边就是电影院，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下班后会一起去看电影。很好。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有员工餐，就是我们的厨师每天都会做员工餐给大家。有一次我说台湾的空心菜炒牛肉很好吃，然后隔天的员工餐就有出现这样的菜店，就觉得好感人哦。你那时候的就是薪水是怎么算啊？1周的基本薪资是370，然后他有说每个礼拜的小费大概是50到60磅，所以这样加起来一个礼拜大概可以赚个430磅左右。
周薪，可是是月发的概念。那你们小费是怎么算啊？真的很看心情哎，可能就会依照比如说10%、12%、15%，然后来给你。那或是有一些人他会直接付现金，比如说这一餐是980，太贵了，现在可能是45英镑，那他可能会给一张50块的大钞，然后说不用找了。对，那基本上就是进餐厅之后才知道有个潜规则，就是如果客人给你钞票，然后最后的零钱是不用找给客人的。就很类似一个潜文化规则。就那时候我在结账的时候，然后我就要把剩下零钱要还给客人，然后我的经理就跟我说，这个是不用还客人的。我都看到他们都没有还给客人，然后客人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就如果你是需要找到客人钞票的，那就是要还给客人。但如果最后结完账发现是没有办法形成一张钞票的话，那通常都是小费。是哦。对，然后如果客人是刷卡的话，我们会主动问他说要不要给小费。对，我之前也有这样，就是如果你刷卡，你会问他，然后你自己选多少金额。对，你要选要给小费，不给小费。然后要给的话输多少金。我觉得还蛮尴尬的，就是你就是要立刻就是写说我要给你多少小费，或者是我不要给，或是这样，就是他马上就会看到。对啊，因为在一开始我去的时候，我就有问过我经理说，所以我要主动问客人要不要给我小费吗？很尴尬。对，经理就说对啊，你就是主动问他，对，就是好像在他们那边真的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对。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问客人，就是那个客人是刷信用卡，我就问他要不要给小费的时候，他就凑过来，就是问我说，你们的小费是平分的还是独拿的？对，然后因为就是我们公司呢，就是教我们一致的口径，要说我们是独拿的。对，那可能那时候我才刚去没多久，所以我觉得我演的没有很真诚的样子，然后那客人可能就有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在信用卡的机上面选择他不给小费。对，但是他刷完卡之后呢，他就拿出5磅，就是把我的手这样搬开，然后放到我的手上，把我的手握起来，就说这个是给你的，不要让公司发现。对，就想说哇，这个怎么那么贴心啊！而且我印象中那是蛮高的小费，对。可是就因为跟内心拉锯的情况下，我还是把5磅缴到了回去控制里。那你在工作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一些 OK 啊？老实说 ，OK 还真的不多。就是在英国的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老爷爷，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也不算 OK， 他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来餐厅用餐的常客。然后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就刚好那一天就是我负责外场要去接待他，然后去接待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然后他就回我说，你应该要知道我要吃什么吧？我就想说，你是谁？我就根本没看过这个人，我怎么会知道？我们不认识吧？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苗头不对的感觉，我就去请我们的副理，我就问他说，那位客人是平常都有他会点的东西吗？因为他直接跟我说，我应该要知道他要点什么。然后我们副理就走出来，他走出来的时候呢，副理手上就拿了2瓶 Tiger 啤酒，他就直接放到客人桌上，然后问他说 ，One more ribs？ 对，就是你就是一样是要吃猪肋排吗？对，然后客人就点点头，然后副理就走了。那副理就跟我说，这位客人每一次来，我们就是会跟他打招呼，然后就会自动送上2瓶 Tiger 啤酒加1份猪肋排给他。因为他是每一周都来吃一模一样的餐点。对，所以这个老爷爷他就会觉得说，一个新人进来，就是应该要被训练成知道常客要吃什么。他副理有跟他道歉吗？也是没有啦，是没有到道歉。对，对，他就有时候跟他说，他是我们新来的，他就这样子，就是说so 那种感觉，对，不管你，对，就我不管你新的旧的，你今天我是常客，你就应该要知道。可能应该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每一次吃完，他都固定会给5磅的小费，因为其实5磅小费很多，以他点的餐点，所以算是非常多的。因为外国人很多人胃还是什么不好，就是天生不能吃奶或是 gluten free 那种。对，gluten free 超常遇到的。所以你做错就是他们可能会当场休克之类的，就很严重。对啊，就很严重，所以真的绝对不能做错。而且可能这种客人也会非常敏感，他可能一看一闻，他就会知道说这东西错了，他不能吃。所以那当下真的就是会蛮生气的。
对，因为那些可能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对，你有遇到过吗？就我遇到的都没有出事。对，他只是单纯他不喜欢，因为我们的菜单上都会写的很明确，说，比如说 laksa 什么的，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有什么海鲜。所以那客人可能会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那还好，比较幸运的是我那次遇到的状况是他单纯的不想吃而已。然后客人就说他要整盘换掉。对，那我们就真的就把它整盘换掉了。对，还有上菜的顺序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上菜的顺序。对。对，但你知道亚洲餐厅可能会有比如炒饭，然后炸鱿鱼，然后炸豆腐，然后或者是烫青菜，这些你有点难去分辨哪个是开胃菜这种东西，所以我们都会问客人说，比如说你的烫青菜，你要在主餐前还是主餐后？那这个东西如果上错的话，客人也会蛮不满意的，因为你可能会打坏了他整个就是用餐的感觉。对，例如烫青菜，我就是要放在饭前面吃，就是你不可以给我跟饭同时上。所以一开始是有点稍微难适应这件事，就是你烫青菜要先吃，你不跟饭一起配着吃吗？对啊，就可能他们把它当沙拉来用了。有可能。那你在就是餐厅工作有没有被搭讪？就是可能会有些人要电话或者什么样的吗？有曾经有过，可是有一次是，他是刷信用卡，就会请他签名。结果我收到账单，我看一下账单，它上面写的是一串号码，然后客人就把他的电话号码签在他应该要签名的那个线上面，可是他没有签他的名，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我看到我就有点傻眼，就傻在现场，然后客人就跟我说，那是我的电话号码，你今天晚上可以打给我。我就想说然后我就跑去问经理说，这样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不行啊，你还是要请他签名。就是跟客人说，不好意思，你可能还是要在你的那个电话号码旁边，还是要签一下你的名字。所以最后他还是有签这个名，可是他就是离开前，他跟我说，谢谢大家之类的，对，是这样这个概念，对。那你遇到的就是客人会不会很爱夸奖你，很爱称赞你吗？会耶。会，因为我公司也就是同事很爱讲说，你这个做的多好多好，就是讲得很夸张，就好不好意思哦。会耶，我们在餐厅也会，就是明明就是很日常的在帮客人点餐，然后点餐完送完餐，就他离开的时候，他就过来抓住你的手说 I like your service, you're very good， 其实就是很夸张的称赞。我想说我刚刚做了什么事吗？就是不过就是点餐送餐而已，对。可能稍微跟他说，那这个饭它可能是辣的或什么，就是稍微叮嘱他一下，对，好像觉得就这是一件非常很贴心的事吧，对，又或许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很习惯称赞事物，像我们可能餐点上了，他还没吃，他就会说看起来很好吃，那种心情很好，对，会给人一种很嗨的感觉，他们真的很嗨。就吃个饭也可以这么开心。那你觉得就是台湾的服务业跟就是英国服务业有什么差别吗？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在于它的请假制度。对，因为可能我是领 working holiday 的签证，然后我的经理也知道，所以我大概每个月一定会请假，对，至少3-4天以上的假。每个月请就是很花，经理就真的不会怎么样。然后我的同事们也都觉得说，我放假我就好好的去放假，就他们会支撑住这边的一切。对。可是以在台湾服务业的工作经验来说，大家其实都会比较担心自己请假了，会不会造成同事的困扰？对。但是在英国餐厅，他们同事们没有这个观念，他们会觉得说，有一天他们也会请到假，那你也同样会帮我这个忙。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蛮互相的事。对，我其实不是有前台请假，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就要代替我做某些事情，然后就说就是真的很抱歉啊，就是我东西要给你做什么，然后我讲的时候他就觉得不会啊，就是完全不觉得说，就觉得还好，我本来就是应该要做，反正我自己就觉得内心很愧疚，说要给他做，但他就真的觉得还好没事。他们很尊重请假这件事情，就他们相信你请假就是你自己有做好时间规划，你是真的有比工作还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他们觉得说即使去玩，对，即使去玩，因为他们觉得玩放假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连经理都是非常，就是我只要请假，他就让我请。对，我也没有遇到是请假就是说不过的，对，也不会就是比如说也不会使出那种比较苦肉计，说哎呀这周很缺人什么什么的，就是公司就会把人力这东西自己安排好，所以他们觉得员工你有事情要请假就是你的权益。那你会推荐就是去打工度假的人做服务业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看个人因为我自己的话是没有想要把英国的履历就是当成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履历，然后将来可以在台湾再继续派上用场的。
对，我就是以一个我在英国的工作是可以维持我生计，然后是可以排班的。就比如说不用是固定休6日，因为这样我可能平日的机票就比较便宜，对，我可能可以请礼拜1到礼拜4，然后去西班牙玩，去意大利玩，然后在机票最贵的6日呢，就反而就是留在英国，然后好像也不错。如果你今天你在台湾都做了这么久的你领域里的东西，那你今天是为什么想要去英国？你去英国是为了要继续发展你这个专业吗？还是你去英国你是有别的目的的？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专一的朝向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像我就非常明确知道我就是要去体验生活，我就是要出国玩的。对，我的工作并不是我最主要的内容。但如果我觉得今天你去英国，你是想要有一个英国的工作经历是可以拿回来台湾好好去运用的话，那你就真的必须好好找工作了。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你刚刚说的后者，就是我希望我就是在台湾跟英国工作是有相关，然后回来说不定还可以就是对我的履历加分这样。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是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嘛，所以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是，就是你已经在台湾工作这么久，你某个领域。你就必须要跳脱出来，就是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享受这一个短暂的时光，就好像也还蛮好的。对，但是服务业这种东西，就它可以是比较短期的，它或许是可以在你找到你就是真正的工作以前的一个过渡期很好的工作，因为毕竟薪水也不低，然后排班也比较自由一点，对，又可以玩到，对，所以算蛮推荐的，我觉得。希望大家看完这支影片呢，就可以更了解英国的就是服务业在做什么。好，今天也谢谢 Stella，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拜拜。